在座的各位有什么这个问题啊？大家我们可以这个互动大家应该比较有什么样的这种都可以问啊。上师你好我是来自长沙大学的一个老师，最近在看那个一个弘法讲座，它里面讲到一段话，他说这个现在佛经里面的一半骗一半劝，这个话不知道大师是否赞成？一半骗一半劝，骗人的骗，骗是为了劝，就是说前面开始的都是骗大家，就是让大家产生敬畏之心，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劝大家应该要排除了贪嗔痴慢疑。就是说这句话是不是这个观点，您是否赞成？我像那个佛教里面的一遍这个语言都是骗人的话，那这个是我肯定不敢这个承认，就是因为的确我学习佛法研究佛法就是这么多年来，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刹那的这个想过是佛教里面有一个骗局就是没有的，只不过是佛教里面说了义不了义。所谓的有些不了义的话呢，那么为了就是印证就是某个众生的根基，暂时呢就是给他讲了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这个法门，但是到最后他的根基成熟的时候呢，他慢慢进入就是更深层的、更深一次的这个境界呢，再给他宣说就是真实的这个法义就是有这么一个不了义。如果他所谓不了义呢，就是承认为骗的话，我想是这种词呢可能是用的不对。我们实践当中也是有这个贬义词和褒义词，就是一般作为这个佛教的话呢，应该是对佛教的一些真正的这个金刚语呢有这个正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评价。为什么呢？佛陀所讲的呢，就的确是正是这个不诳语者不妄语者就是他说的是这个真语和实语应该说即使整个这个大海离开波浪的话呢，就是佛陀就是说妄语的这个机会呢是没有的，就这是前辈高僧大德异口同声所讲的。因此我们如果这个学习了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那么跟那个世间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真理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为什么自古以来历史上这么多的这个学者的这个观点和学说呢，就是有所这个推翻，而佛陀所讲到的每一句每一字每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到目前也是人们就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一种这个无价之宝就原因就在这里。上师你好，我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树大学院酒店管理班的，我想请问您，就是佛教慈悲观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哪里？然后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就是来能体现到佛教的慈悲观呢？谢谢。我在想那个确实佛教的这个慈悲观就是对当代的这个大学生也好，当代的这个年轻人呢作用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如果有了这个金钱呢金钱表面上对我们可能是有一定的快乐束缚，你可以买车，也可以买房子，也可以享用可是呢它不是终身就是陪着你的。而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永志不尽的慈悲观的这个财富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就可以说不管在任何生活的这个当中的遭遇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勇敢的面对。同时呢，你的这样的这种慈悲的这个观念呢，可以这个影响到你身边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人。而且你这样的这种慈悲的话呢，不仅是对人类，就是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个动物呢，就是也是有着这种快乐的因缘一种快乐的因缘。当然这样的这种慈悲观呢，就是其实很快的时间当中，让每一个人真正让这个升起来呢，就是并不是容易的，它需要就是一些这个善知识好的老师的这个引导。
同时呢，就是自己要经常就是翻阅一些相关就是佛教大乘这个论点和一些经典的这个书籍啊，就书籍也需要呢，我们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大学生啊，或者说是一些实践当中的一些好友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身边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每个人来讲还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间接的可能也需要就是包括你的家人啊、父母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指导。就知道更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都从小的一个善根啊，就是前世带来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善根。没有善根的人呢，你今天给他讲了就是多少的这种佛教的大慈大悲的这种理念呢，他就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如果你前世在所谓这个大乘佛法这边呢，就是有所了解和有所这方面的这个认识的话呢，那么继承当中稍微就是得到指点一下，你马上有一种这个复苏或者说是苏醒的这种感受这之后的话呢，再相续的这种善根就是越来越就是可以就说是这个就是成长就是成长的。那么这种这个因缘呢，就是并不是很容易的，每个人的根基和每个人的可能因缘都不一定相同的。但有些人呢就是哪怕是一个短短的这个讲座哪怕是他看了就是一言两句的话呢，那么就马上就是他的整个人生命运都有着这个很大的这种改变就这也是每个众生，我们就是佛教里面经常讲这个福报有福报的人呢，就是经常有一些佛缘；就是没有这个福报的人呢，就是经常就是遇到一些这个魔缘就每个人的因缘的这个转变呢，就是也是依靠一种这个特别巧妙的这个缘起就是所以说呢，我想特别希望就我们要改造就是人类的真正的一个幸福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我认为就是不在于这个物质上的话呢，现在这个的确也是人们也提倡这个所谓的低碳生活。所谓的低碳生活呢，现在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所谓的低碳是低贪性就是贪性的贪，就是用这个来说明。那么你的贪性越来越少的话呢，就是欲望没有，欲望没有的话呢，什么事情都是随缘而得到什么就满足。有个满足感的话呢，那么生活处在哪里，就是即使你注意一个露天或者说是吃的一般的这个粗糙端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心满意足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真正的这个价值和它的这种这个含义就是没有动到的话，拼命都是往前这个跑呢，最后你跑了一辈子，就是最后死的时候可能就是非常后悔的这个叹息而亡，就是会有这样的。大师你好，我是来自树大学院历史学的学生，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佛教对于生和死是持什么样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生和死？谢谢。佛教对生死跟那个其他的实践人对待这个生死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而我们其他人呢，所谓的这个人生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像是在大地上长草一样，就是突然来了；死的时候呢，就像灰尘就是被这个风吹走了一样，就是你的身体没有就没有了。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可能我相信你们在座的人呢，也个别人都觉得人死了就死有了，再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不懂而已的。实际上呢，人这个生的话呢，是无始以来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生死一直扭转在这里，只不过是我们就是不记得而已的。而死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呢就是还继续就是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佛教为什么说我们今世当中要做这个善事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做善事，我们经常这个杀害，就是拼命的杀害其他众生造恶业的话呢，也许你在今生当中把这些果报就是没有显现在你的身上，但是在将来的话呢，一定会是成熟在你自己的这个现象，自报自受就是一定会是自造自受，就是肯定会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佛教对生死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怎么样看待呢？
就是永远的是我们尽量的这个行持善法，而永远的尽量的就是断除这个恶法啊，诸善奉行啊，这个诸恶莫作，这是我们佛教的行为当中的基本的这个原则。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将来的这个生死啊，无论是你转生到什么地方去的话呢，那么你会就是获得这个快乐的。也许你们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不可能吧，就是我们从小的是老师也没有这么讲，我们父母也没有这么讲。其实我们有些真理的话呢，不一定老师也通得到啊，不一定老师也完全明白的。有些真理的话呢，不一定父母也完全明白的。其实有些老师和有些父母的话呢，他们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成长的，他们自己也是输出这样的这个观点。这一点呢，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种这个案例。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过于的这个相信我们的老师的话，在某些上面呢，确实老师给我们就是这个指点了很多的这个知识的这种道路。但是在某些地方的话呢，人本有的这个生死的大问题的话，我们呢就是已经就是忽略了啊，就掩盖了这个事实。这也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发现的，也是一种这个悲剧啊，就是也是一种悲剧。所以呢，我们这样看待的话呢，其实我给大家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我只有一颗心是什么呢？我特别希望就是让你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是动到就是生命的这种延续，真正也动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样的真理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讲的特别的这个清楚。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就是把你们拉拢，就是不是没有这个目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但是每一个人的是不要认为是因为我是大学生，我是大学老师，哇，我有这个无量的这个前程啊，我有如何的待遇啊，就是以傲慢心来就是掩盖我们的真实的话呢，那么这是人类这个愚痴的一面。因此我特别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有时间的时候经常研究我们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到底对这个人生的这个生死大问题呢，印光大师和还有这个我们藏传佛教的有些大师呢，就是说是生死大事业，就是生死的就是人生的众生大事。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的这个一辈子就是交给一个对象，就是这个是大事，就是其实这个不一定是这个你的人生当中大事。你们一起这个生活的话，最多是十几年、20几年以后，基本上都是互相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就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生生世世的这个快乐和生生世世的痛苦呢，就的确是个大问题。因此特别需要就是大家这个关心这个问题。可以吧？你们问问题还是不错的。刚才听课好像不是很好，听课的话呢，就我去了很多学校，就是感觉不是很好，你们都睡着了。后来我也就讲不下去了，就可能是讲的最短的。但是问问题大家还是很好语，可以问，继续问，尖锐一点也可以。你好，上师，我是来自赵家集团的员工。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一个慈善家，他是一个非常高调的慈善家。比如说，他现在捐出的那个金额已经是几亿人民币了，但是他做的慈善都很高调。比如说，他会砸掉他的大奔，提倡低碳环保，要求他的员工和他一起骑单车上下班。或者他会开办那个个人演唱会，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但是事实上他自己是五音不全的，但是他会给所有来参加他演唱会的那种农民，就是送他们猪啊，送他们拖拉机啊，送红包给他们。然后现在很多舆论都抨击他嘛，就觉得这个人是作秀。我不知道在我们佛教里面是不是也会提倡这种高调的慈悲心怀？谢谢。这个人的有些那个报道呢，就是我也看过，但是具体他所做的是真是这样呢，还是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呢，我也不能在这里评论。但总的来讲呢，如果对其他的这个生命真的有意义的话呢，做一些高调一点的这个事也是
像那个比尔盖茨啊、哈菲特啊，他们都是有时候做一些慈善晚宴的时候呢，也是比较这个高调的。然后也在公开的场合当中的话呢，就是也说一些就是有关这个慈善方面的一些这个理念。但是如果他的一些这个慈善的这个行为就是不如人心应该说是有很多这个后面的这个漏洞的话呢，可能慢慢就是会这个人们呢会发现，其实这个慈善呢，现在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倪年杰。他也做了一个这个壹基金的慈善。他在美国的时候说了，中国的这个慈善呢，现在要到这个美国这样的这个标准的话呢，可能起码需要这个30年以后才可以就是让正式到。的确也是我们这个现在也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慈善呢，就是拟入这个立法。就没有立法，因此慈善家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如何这个做慈善的一些行为方面呢，还需要就是要带这个就规范化就这样的现象呢非常多。所以具体他所造的是到底是具体怎么样呢？就是我个人来讲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但是如果真的是对身边的很多人呢真是有利益的话呢，就是做高调一点也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不敢就是自己出头露面，就是这个是很多人呢，就是作为达成这个佛子的话呢，那么不顾自己的这种别人对他的这个攻击别人对他的，只要是对别人有利益呢，就是他会做的。但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会这个找出就是别人的弱点，然后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开始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敛财还有那个就是赚钱就是等等，就是也有这样的。那么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用可能睁开这个智慧的眼，然后呢，就是细致的去取舍。大师您好，我是来自树大学院经管系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一直以来，其实我一直很崇尚佛教的一些慈悲观等等等等，但是近年来，当我出入一些旅游景点，发现那一些宗教逐渐被商业化，然后当我看到一些场景，我就会觉得很愤怒、很痛心，甚至拒而远之。我想请问您对现在宗教逐渐商业化的态度，以及对正统的宗教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未来发展的展望，谢谢。好，你问的问题很好，但是你的问题跟我的这个感觉呢，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呢，我也看见很多宗教场合变成这样的这个商业化的时候呢，就是很痛心，就是我很伤心。然后不同的地方呢，我并没有愤怒的心，就是我也没有对谁生气，因为这是众生的这个业力和我们这个佛教的也是一个福报现象。不过的确你说的是问题是个事实，尤其是在汉地的话呢，现在好多这个寺院就卖这个门票，买门票以后呢，就是进去以后基本上没有这个佛教的教义，就是只是造一些佛像，就是把它就是当做一个旅游景点的，相当于是一个博物馆里面的我们这个像那个美国就是美国白宫旁边华盛顿那里有华盛顿的这个塑像就是人们都经常去朝拜，就是看看。那么我们这个佛教也是把这个佛陀的像呢，像那个华盛顿总统的像一样，就是放在那里，就是这是这个赚钱的一个手段的话呢，这是特别悲哀的这个事我在就是个别的一些佛教的这个寺院当中也说过，其实现在这个寺院呢，就是根本不需要缺钱因为寺院的这个钱呢就该做的这个寺院都已经做完了，就是不用了。那么这个作为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并没有用上。但是作为政府的话呢，就是也不应该把这个宗教的这样的场合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赚钱的这个手段
其实这是宗教徒自己呢，就是可能在有些地方呢，就是没有这个真正自己拥有的这个机缘，就是没有拉达树立。而其他的有些对宗教不是很了解的政府的话呢，刚好就是运用它。那么我们人们就是经常去朝拜，就是买门票的这个钱呢，落到谁手里呢？就是我想是大多数的都是落到这个政府手里，就是并不是为这个佛像贴金啊，为这个佛像做供养啊，%多少都可能没有。所以说这是在汉地来讲是就是特别悲观的一个事情啊。在我们藏地的话，除了极个别的一些大的寺院以外的话呢，没有，就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寺院呢，就是在一些寂静的地方，应该说是人们去朝拜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法师给你讲一些佛教的道理，让你回来的时候呢，你还是有一些收获，就是原来对佛教道理方面的一些不懂的地方呢，就是有这个揭开了这种谜团而去的。可是现在很多旅游化、很多的这个商业化的这样的城市当中呢，甚至有些老板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寺院的山呢，就是全部都卖下来了以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住的这个和尚呢，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听说是不是出家人，就是也已经成了这样的，特别就是可怕的。所以说呢，我个人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特别希望就是任何一个佛教徒跟佛教道场跟那个旅游场呢，旅游的这种景点呢，就应该是分开的。旅游的景点呢，就是应该国家这个有关这个旅游局啊，他们来管的话可以的。而我们佛教的道场呢，就是谁都应该可以去，但去了以后呢，不仅是可以朝拜就是佛像，甚至呢，应该有法师就是在寺院里面给他们有个讲经说法的话，现在学习佛法的，像这个懂得像那个了解佛法的人士，包括我们这个很多大学生啊、年轻人当中特别多，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传讲佛法的人，这个传递这种传法的人呢，特别少。就这一点呢，不论是在出家人、在家人当中，如果真的有一些人呢，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像特别简单的慈悲观呐，或者说是佛教的这个利他观呐，这些灌输给别人的话呢，也许一个人今天去朝拜寺院里面，他一生当中获得的是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上师您好，我是树大学院那个服装设计班的学生，然后我个人是一个无信仰主义者，所以今天如果提的问题有冒犯的话，还请您谅解一下。我要提的问题的话，就是说，现在科学发展的话，可能证实一些动物蛋白质，会使人的身体更强壮，而且我们人的生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然后佛教认为的话，人的话是不主张杀生，而且就是说也是认为我们的人的生命是在不断的轮回。所以我想就是说问一下您是觉得在科学发展就是和佛教文化的话，他们是怎样的共存，然后有什么相同点吧？谢谢。第一个是我特别喜欢问那个非佛教徒问问题，因为我们佛教徒呢毕竟是有信仰的话呢，可能问问题也是当然是也可以问，但是呢非佛教徒问问题呢，就是我自己认为更有价值和更有收获。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对这个人体的一些这个营养人体这个精卵的这个组合，就是最后这个人们就是人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出现等等。那么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完全是科学的观点，我们不能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与佛教里面的道理呢，就是佛教是抛开，然后科学是另一个，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佛教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科学。那么科学呢，分自然科学和分生命分社会科学，还有一个叫这个心智科学。这是现在的很多科学家呢，是公认的。那么在心智科学这个领域当中呢，以前的19世纪和18世纪，包括20世纪的这些
科学家呢，就是其实并不是特别多的这个研究。到了21世纪，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西方科学家呢，就是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哈佛啊，就是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对这个前世、后世和轮回的科学呢，有着就是跟这个前面就是更大的一些这个进步和突破啊，就是有一些突破。所以在这种理念和在这种观点下呢，第一个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虽然就是现在极个别的一些人呢，提倡就是通过杀生就是让补自己的这个身体，这是特别的，就是不科学的啊。就这是如果是它是科学的话呢，那么现在就是很多这个科学家，就是包括就是当年的这个爱因斯坦呢，就是他的这个素食观的有些论点里面呢，他也特别的这个反对，就是依靠这个动物的肉呢，就是让这个自己这个养生啊，就是这也是应该说是他们不懂科学是不可能的。还有第二个问题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全部都是一些广告啊，就是全部一些广告。这些广告呢，本来是不科学的东西，人们就是大包装以后的话呢，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其实是对人体最有害的，就是现在的好多的就是所谓的这些营养品。为什么现在西方包括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和医学家呢，他从来都是不吃这个蛋白，从来都是不吃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些营养食品呢？因为这些营养食品呢，多多少少都加了一些对人体特别有害的化学物和一些还有那个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冲击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些防腐剂啊，就防腐剂，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是真正有害的呢，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所带来的就是这些。再说呢我们人这样这个有前世后世的存在，生命的这个延续性呢，当然这个现在很多的科学家所公认的这一点呢，我在这个其他的论点和其他的学校里面也是有做这个不少的文字来就是阐述过，就是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在这个详细阅读，或者也可以参考就是其他的相关书。你好，大师，我是树大学院的一名老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父母啊，就是说属于你的上报上四层恩里面有一种恩叫父母恩，但是现在很多学生就是说对这种父母恩，所以说心里会有想法，但是往往就是说伤害最大的也是周边最亲近的人。我不晓得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心里的这种疑惑。你说父母恩，对，父母恩是，就是说现在往往大家周边人，就是说伤害最深的，也许就是周边最亲近的人，包括父母在内。谢谢。你们的湖南话有时候我也不是特别听懂，你们也可能听不懂我的啊，是吧？听得懂吗？没有。我在想那个，其实报答父母的恩德呢，应该对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来讲是最重要的。这个父母之恩呢，按照佛经里面讲就是父母刚在这个自己的江上，就是这整个宇宙这个转绕的话，那就是也报不上这个父母的恩德。当年那个虚云老和尚呢，也是这个3步1拜的，就是这个超五台山，其实是他向那个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所以佛教当中呢，也讲了就是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报恩的功德。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极个别的父母啊，极个别的亲人，对自己最亲人呢，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当中冲突最大的，这种现象呢，就是个别的案例，个别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呢，我想按照《弟子规》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父母呢，就让他就是没有这个生气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先跟他就是沟通。如果他特别生气啊，他特别伤心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跟他
就是不说就是当他心情缓回来了以后呢，也跟他就是慢慢讲即使你实在是讲不通呢，我们作为这个父母的这种子女呢，应该是就是尽量的这个顺，这是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这个前世的因缘。有时候前世的因缘不好的话呢，夫妻之间也是整天都是吵吵闹闹的然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话呢，也会经常就是有各种的这些这个不和合的这个地方。那这些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去这个按照佛教的意义呢，就是可能一方面忏悔一方面的话呢，就是逐渐就是互相理解的话呢也可能让这个缓解一些。否则的话呢，我们对父母也好，对老师也好，先上是再怎么样也是一定要就是以这个善待就是报恩，应该有一种这个感恩的这个心来对待。大师你好，我是来自树达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我自己利用那些暑假那个课余时间，偶尔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然后看到许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然后有一天我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有两个孩子同时需要我们救助，一个治愈的希望很大，一个治愈的希望很小。那么这一笔资金只能帮助一个孩子，很多人会选择治愈希望很大的孩子，但是我认为生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选择治愈希望很大的孩子，那我们会显得很功利。那我想问一下，您从佛教的慈悲观出发，您会做怎样的选择？为什么？谢谢。这个是可能也难处比较大。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因为有一次他们资助的2个病人，但是一个时候是没办法救的，就是他完全是一种晚期的这种癌症，有一种呢就是稍微有办法。后来就是那个施主呢，他就只能这个提供1个人的这个资金。后来他们问我就是这个怎么办，然后我说从生命的真正意义上面来讲呢，是这个平等的。但是呢，如果医生就已经下病危，就是说是这个是无药可救就已经成了病入膏肓，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钱呢就是花在这个他的身上呢，实际上是他根本救不到，就是这是医生是这样说的。那么因为那个人呢就是还有一份希望的话，后来我们商量呢因为那个后来这个人呢，他医生说是可能会有一些希望，那有一个希望的话呢，就让这个后面的人呢就是想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他的这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也不是什么亲戚朋友，就是这是完全是平等的。但是以医生的这种语言呢，就是作为依据的话呢，那么这个钱呢，就是毕竟的是不会就是浪费，要这个能用得上，就是这个施主呢也认为就是最好把这个钱呢就是能救活这个生命。那这样的话，后来通过大家的这个共同商量呢，最后钱用在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手上，的确也是没有2天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晚期的人呢很快就死了，就是万一可能钱用在这个上面也是我想这个希望不是很大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生旅途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遇到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大家就是共同这个商量。我们佛教也是一般讲这个民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关的人呢就是共同商量，然后呢大多数这个说呢就是为准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叫这个揭幕仪式就揭幕仪式也比较这个温和其中的意义。否则我一个人做主的话呢，我也就是害怕就是担当不起因果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违背因果的过失。就是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这个佛教也是特别认同，就是要大家共同这个通过这个民族这种这个意识来相关的人员就是来这个商量而决定。开幕您好，我是树达学院旅游管理班的。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刚才您在探讨那个生死观的时候，说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我们就是在做善事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善报？然后也就是是不是体现了，也就是人性中的一种自私的心理吧？谢谢。
那么刚才你说我们这个佛教三有三宝恶有恶报的这种一种自私的向往和自私的需求呢，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理解。佛教的这种做善事呢，它的层次是不相同的。它层次是它最低的一种这个层次呢，就是自己去安乐，就是三有三宝自己快乐。那么中等的这种层次呢，让众生就是得到这个快乐，让众生得到快乐。最高等的一种需求呢，我做如幻如梦的善事呢，最后在最高的境界当中，全部都是这个空性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所以这个层次呢，完全都是不相同的。而且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自己想获得的这种这个三宝的这种概念都是没有的，这是随随便然而做一个善事而已。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其实是这个层次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层次非常多的那这样呢就是自求三有三宝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呢，我们就是在佛教里面就是讲叫声闻乘就是声闻乘的一种明眼的一种修法呢，就是可以就自己求我就今天就是供养佛陀我今天就是做善事呢，就让我获得一种快乐。而如果我是一个境界比较高一点的话，我今天的做善事呢，全部都是回向给所有的天下无边的众生，就是这样的。我的层次更高的话呢，我今天做善事和善事者和全部都是不远，就是这叫做是三轮体空，就是所以佛教里面的层次呢，当然是特别多的。大师您好，我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英语专业的一名学生。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我妈妈她也信佛，她就在家里也搞了一个小佛堂。然后不管多忙，她都会每天去佛堂里坐一坐。她说能追求到短暂的平静。然后她就是好像在佛学里面也说要静修，就是有一些弟子或者什么大师什么的，就会到那种安静的地方去闭关修炼修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进修。然后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都说90后就是都是浮躁嘛，静不下来。然后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做到静谢谢。你说的对，90以后是更是浮躁，确实现在不仅仅是这个社会包括我遇到的一些大学教授，他们也觉得是现在越来越浮躁，就是这个社会表面上看到好像现在以前80年以前的是每个人都是没有手机，现在每个人拿着一个手机，好多人都自己开着自家车，看来还是很舒服的很方便的，但是人的烦恼痛苦是越来越多了，就这也是一个物质跟这个心灵的一种失衡的这个必然规律所导致。那么一般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他有参修，他有一种进修的而大学生呢讲现在那个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然后这个英国剑桥大学就是伦敦大学等等，就是他们都有一些参修中心，而这种参修呢对你的这个心就慢慢这个静下来了有些人呢就是修这个10分钟20分钟这个慈悲心你慈悲心修的时候也很容易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是对所有的我干嘛为所有的人就是要慈悲，然后你先从人类开始，慢慢就是对所有的生命就是观慈悲心，那么最后的话呢，你心情就是会如火的，或者说你观一种禅定的这个空性就是空定的禅心就是什么这个空性的禅定，那么什么都不执着，就是然后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当中呢，就安住以后的话呢，在所有的烦恼呢，就是当下就已经这个荡然无存了慢慢的话呢，你的这个心呢，就是不会那么浮躁，不会那么空虚，不会那么就是这种虚无缥缈所以我经常就是包括对我们的一些大学生呢就经常讲一些参修的这个功德。其实有一些参修的话呢，你以后面对社会的能力呢，应该是很强的。现在有些人的心理特别脆弱
因为在大学里面呢，基本上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以外，就是好多人都是没有好好的学，就经常学一些坏的。然后到了社会上以后，面对一些事情呢，你心情特别的脆弱。如果你用一种通过禅定呢，通过观修，就是修大慈大悲心的话呢，那么社会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呢，对你来讲是你可以面对勇敢的这个。所以人的心理坚强呢，就是比身体坚强还重要的。身体健康呢，就是如果不是很坚强，可以吃药可以。心理健康呢，现在就是到处都是买不到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药啊。所以我经常想，就是唯一的佛教里面才有就是买得到啊，的确是这个心理健康的药。我也不排斥其他的宗教，但是呢，佛教当中就是确实有很多禅定和这样的这个疗心法啊。通过这样的疗法呢，就是以后面对生活，就是应该是作为大学生来讲是经常串习，非常有必要。上师你好，我是菩提小组初学者。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对于当今全球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到处都存在着压力山大，个人也要面对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想要问一下，佛教要如何来化解这些大到全球、小到个人的这些压力？也有一些师兄劝说要放下，但是压力不是放下它就不存在的。谢谢。压力山大的故事我刚才讲完了。确实现在我们这个全球啊，就是在金融危机也好，还有这个最更重要的，现在这个道德缺德危机，缺德危机是更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就是提倡就是完全放下，就是这个有一定的困难。但我在想，我们了解佛教以后，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自足少欲。我们的这个生活呢，随缘，就是不要太大的这种膨胀的贪欲。如果我们的要求特别高，生活目标就是定得特别高的话呢，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就是特别痛苦啊！你从那个大学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买几套房子，要买那个几辆车啊。如果你的标准定得特别高的话，始终是到不到这个。然后呢，一辈子是当这个房路啊，当车路啊，当这个奴隶啊。那么到你人死的时候呢，你这个债还没有还完，就是有这样的。所以在佛教当中，就是最好的有一种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贪心，降低我们的这个欲望，还有呢就尽量的就是提升就是自足少欲，然后对别人的这种谅解，不要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呢，马上这个怨天尤人然后呢抱怨这个社会啊，抱怨父母啊，身边的人啊。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自私心太强了，这样的原因呢，就经常就是动辄就开始这个抱怨，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那这种行为呢，对我们自己带来就是不会有很大的这个轻松的快乐就是你的压力呢，就是可能就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按照这个，我是觉得呢，就是佛教的理念去做的话，你有福报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经济啊、财富啊，就是可以自然而然就是带来的。如果你实在没有福报的话呢，你再怎么样拼命的做呢，可能越来越变成这个穷光蛋。就是所以说呢，还是用一种随缘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才可以就是得到一种这个自在。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也是一种放下的态度。放下的方式呢，就是只不过是完全就是刚开始不要这样的，但是你应该有一种次第性的，慢慢的让这个知道就是世间的一切化。堪布您好，听了您的开示，我们很受启迪。确实慈悲心对我们每一个人、社会和家庭呢，都非常重要。但是生活中呢，我也跟朋友们聊佛法的事情，也说要善待别人，要修忍辱啊。但是有的朋友就反驳我，他说你是在高校里面当老师，可能呢面临的压力没有我这么大。我在公司的话，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我就没有立足之地，甚至我饭碗都没有了。我竞争的环境中，我慈悲心的发起的话，比较难。我学的也不好，所以呢也无法再跟他
交流下去该怎么说，所以呢，请您开示。然后呢，还有我也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说，您说慈悲心有没有国界呢？我是想就是一个是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大乘慈悲观和佛教的慈悲观，传递的过程当中，别人对此不了解是非常正常现象，因为它的确是人类就是非常深奥的一种这个知识境界就知识境界。这样的这个知识境界，以前呢基本上是有一些人都从来的是没有就是听说过那么现在就是一说是要这个观大慈大悲心，就是恐怕有些人是不接受。但是呢，我想，因为这是不视为自己的，应该对人类、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一个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呢，我们这个全力以赴的给别人就是宣讲宣讲以后呢，有一个过程，慢慢就是很多人呢从误解到就是了解，从了解到就是完全就是懂得，最后的话呢，他自己这个属于非潜意合，他会把这样的这个精神这个精神精髓呢，就是可以这个传递给相关的这个人所以说，我想本来也是真正的这个真理呢，就是掌握在就是极少数人的手里，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有一种对这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呢负责任的一种这个善心和态度来，就是传输给这个相关有缘的人就这样以后呢，就是逐渐，我想是很多人呢，就是也会明白就是其中的这个真理。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呢，就是其实真正的大慈大悲心呢，就是它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呢就是任何的这个地域就是我们要有慈悲心的话呢，我刚才讲了，你对这个世界上的，包括你现在对这个非洲的孩子对这个其他地方的受苦的、受灾难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每天都是饿着肚子睡或者说是有些是饥荒而死的。那么我们有能力的话呢，应该会这个无有任何的这种片段的这个信赖，就是开始这个急救他们就帮助他们维护他们，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大乘就是慈悲心的一种这个理念所以呢他就是不分就是哪些人有宗教信仰，哪些人没有宗教信仰，哪些人是属于我的，包括动物在内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动物的这种慈爱心不足够对动物的这种摧残呢就是特别的残暴。昨天我上那个飞机的时候，我看到下面的这个他们投影行李的时候是你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行为特别的残暴。我就在飞机里面就是默默的就是念观音心咒，因为他们对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扔到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呢，就是他就随意的扔，然后看见有几个兔子有一些野兔呢，就是装在那个箱子里面。当他们看见那个兔子的时候呢，他故意就使劲的啪，就是一个一个的，他们一边笑一边就是故意的这样的。所以我们人类呢，有时候在一个小小的行为当中呢，可以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缺德，毕竟是这个也是生命，只不过是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这种迷惑呢，就是已经遮挡了这个我们的慧眼而已。就其实特别的这种不人性，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呢，更要对那个没有这个慈悲心，就是所偏激到的这个动物和就其他人类的这个身上就像是慈悲心是像阳光一样的，阳光它不会分什么这个国土和不会分什么这个种族，就是它只要有眼那个照射的地方呢，都会去照耀。上师您好，我是菩提小组的新学员。我想，因为本人一直10几年来都深受一种精神障碍的一种困扰，就是一种叫强迫症的一种病，它也是一种有一种恐惧症，从小就有。然后像我这种病例非常的多，在全国，就是我的症状是一种强迫性的穷思竭虑，好像在医学界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当然现在开始学佛以后是好了很多，但是很多跟我一样的患者，我想
问问上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接触这个佛教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多这种师兄以及老师跟我讲过，就是开解我们这样的人。但是我发现，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一些病友，都有个同样的感觉，就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根本没有自信，没有，就是我是情况最差的，我不可能得到救赎，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不可能，我是不可能得救的那个人一样的，就感觉是这样子，或者来不及，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想请上师开始拯救我们这样的人。好，那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带有一些恐惧啊，就是这样的这种症呢，实际上按照居士论的这个注释里面就是讲生前的时候就是故意就是乱认那个其他的小这个生命啊，然后呢让他产生这个恐惧当中就是这个死亡的，那么这个因果呢就是导致继承当中就是心里面就是经常产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痛苦。那么这个唯一的方法呢，我们经常念那个药师祈福啊，药师祈福的这种名号，还有这个药师经呢，让这个清除这样的这个痛苦和疾病。因此可能我们在社会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就是受苦者。同时我们如果自己有一些比较高一点的境界呢，要接受就是其他众生这个的感受啊，就是那么自己这个身体来代受，要把自己的这种这个快乐呢就是回向给他，自己的这种痛苦呢就经常代受这个无量这个众生的痛苦，那这样以后呢也会这个减轻自己的这个痛苦，就是逐渐呢就是也会康复的。还有谁？学生后面有一个。上师您好，我是来自英皇商务科技管理有限公司的职员。我接触佛文化不久，但是我对佛文化的好奇心是很重的。我以下有2个问题需要问您，是因为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好奇。第一个是，我想问您有兄弟姐妹吗？有。那么我想问，如果您没有兄弟姐妹的话，您会去出家吗？会。为什么？好，我给你回答。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一起问，我待会儿一起问。一起问的话，就是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一个想出家的同事，然后也问过一个活佛，他也没，我问到他有兄弟姐妹有，他说我有，他有哥哥姐姐，然后我还问他如果没有的话，您会出家吗？他就没有回答我，然后我很童言无忌啊，然后我就说那这算不算不孝呢？他笑了一笑，他说也许吧。那如果是您面对这样的问题，您是一个独生子女，而且在中国文化里面来说，不孝有3，无后为大。那么您怎样对您自己的这个抉择，给父母一个很好的权衡标准，以及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可以同意您去做出这样一个事情。第二就是，在现在这种社会，科技发达、经济发达的社会，我们都是疲于奔命的，是在工作，在为社会，也可以说是做贡献吧。因为像很多就是像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像我们做高尔夫球场的，会接触到很多就是说做实业做得非常好的企业家。那么他们同样有一颗慈悲之心，对佛教也非常了解，但是他们不会选择去出家，他们是就是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才智去研发一些关于环保、关于这些东西的一些事情，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制造出它更好的经济效益。然后同时他们也能够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种修心的过程，做到去抚养孤儿呀，然后建希望小学呀。那么我想请问的是，在这种尘世之中，能够做出这样有成就的人，
思想上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他这种人和您就是到处游学，然后跟我们讲课，当然也是心灵境界的一种提升。你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有时候电视媒体也会播出一些像僧人啊开宝马呀，手里拿个 iPhone 啊，拿个诺基亚呀，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想问，这些东西的话是怎么来的呢？谢谢。好，这个是这位啊问得很好啊，可能你们很多人担心我答不上是吧？应该我遇到过很多就是没问题啊。我父母以前我出家的时候，我还有弟弟妹妹，有1个弟弟3个妹妹。我当时出家的时候呢，因为有了他们，我就不想父母的事业，不是这样的。其实跟藏地和汉地的有一些历史文化背景是不相同的。一般藏地来讲呢，只要是有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出家人是非常光荣的事。即使没有这个其他人养的话，那就是父母都最后到这个寺院的附近，就是然后呢，自己过安详的生活，就是不会有这个各种怨言。而汉地的这个传统和一些历史不相同的。不过我在想，其实真正的这个大小呢，我刚才的演讲里面也是稍微给你提过一次啊。其实我很厉害的，外面的很多问题都是现在的在演讲里面的已经回答完了。你记不记得我刚才怎么讲的？我刚才就是说，按照这个莲池大师的这种说法呢，实际上是对父母的孝顺呢，不一定是你非要就是买一个这个房子啊，就经常用一些财务方面的，应该是对父母的这个生生世世负责任。那这样是表面上看呢，可能是暂时对他有一些误解，但实际上呢，就是不会的实际上是对他是有利的。因此，在我的这个佛学院当中的话呢，刚开始就是父母有点不理解，但后来呢，包括父母的有些学佛，有些是自己这个出家，虽然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后世的就后人的这种继承呢，可能按照世间人说的呢，有一些这个不解之处，但是这个从比较大一点的这种境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个后续呢，就是会断的。你不一定是你一个独生子出了家以后你会断的，其实你做就是其他的这个事情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是接不下去的，有这样的这个事情的。因此呢，我像是我的这个语言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无论是我是独生子还是我有其他姊妹，我只要看到这个佛教的这种真理之后呢，我会选择这一条路。而这一条路以后呢，我会就是真正对这个父母呢，就是报答了真实的这个恩德。同时呢，可能你们也刚才看到了，我如果在家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我当成一个企业家，或者说是我就做这个高尔夫球场等等，就是有很多成功的企业者呢。我自己从每个人的可能缘分不相同，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如果在家人的话呢，我可能在一个乡村里面，当一个普通的老师，就是我自己就经常想过这个，因为我出了家以后，我有因缘这个学习佛法，学习佛法以后呢，我就各方面呢就是了解的比较这个不是很好，但是也比较可以，所以后来呢有各种因缘都是很不错的这样以后的话呢，我就觉得是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我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呢，就是应该通过出家的因缘而得到的。否则的话呢，因为我的很多的这个同事跟我这个相识的很多人呢，也是没有这个因缘对我的因缘的来自呢，应该是这个出家的。再加上是比如说你刚才看到的有些这个出家人呢，就可能是也有一些就是包括就是的这个各种这个好的一些书籍开宝马等等，就是这种现象呢，可能我们用两层意思来这个理解。有一层的话呢，可能会很多这个心中的这些钱呢，就是然后就自己去享用
啊，就是自己去享用的话呢，那么这是就是你没有该做的功德和做慈善呢，就这些都没有做，就像实践者一样的，就自己特意去吞噬心中的这样的财呢，这是佛教当中也是不允许的。佛教当中也是这种是属因果报应的。但是所有的佛教徒呢，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好的。佛教徒里面有些的也的确有一些腐败分子，也会有的，就这个可以这么说。然后有些人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比如说一个什么这个上市的这个车的话呢，那么一个施主呢，就供养他，就是他为了方便，就是弘化利生啊，或者说是他的有些那个所谓这个所享用的这些财富呢，就是某某的这个信徒呢，按照这个他的意愿、他的要求就必须你用。那这样的话呢，佛教里面有一个叫毗拉耶经，毗拉耶经里面说，如果有因缘的话呢，即使你做这个所有的这个黄金和金银财宝的房子里面也是可以的。你所用的就是所吃的什么都是最高等的话呢，那么佛教里面因果最细致的就是叫这个戒律，戒律里面都是这个允许的。所以说呢这是可能因为现在是21世纪，就是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出家人你必须要就是像那个日中仪式破烂的这种生意也不一定。所以我看到的话呢，我看到有些人有能力的话呢，他可以享用他的这个自己的福报，就是也可以的。但有些人呢，他有不正当的手段来就是开始，那这样的话可能好景不长的，好坏不常开，会可能受到了今生或者是来世的各种报应。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要分析一个问题的话呢，可能需要就是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就是才能知道是真正其中的意义。善师你好，我是一个刚刚学佛不久的一个佛子。你是什么？我是菩提小组的一个学佛的佛子。是这样子的，其实因为我接触佛法之后，觉得大概了解了轮回因果这些道理，然后推及慈悲心的话，我就从我身边人做起的话，我觉得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非常可怜，因为他们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从他们的那个沟通当中发现，他们其实害怕死亡。年纪大了，他们害怕死亡，但是他们没有信仰，就每天在这种等死的过程中，度过每一天。但是我觉得藏族的那些老人家就非常有信仰嘛，每天都很快乐。我想就是说，善师对那个，汉地的这些老人家学佛，怎么样帮助他们来，断除他们对死亡的这种恐惧，怎么帮助他们？好，这位学者说的很对的。其实我们我经常也有这种感觉，在我们藏地的很多老人，他们是念那个从小念佛，死的时候也是就念佛，而且呢，就是他对死亡的是大多数来讲是不是很害怕的，就是因为知道是自己这个人的这个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个阶段而已，并不是完全就没有了。而汉地的很多，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呢，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自己特别的寂寞，特别的这个无可奈何就是无护无依，就是没有依靠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依着这个灯色，这种情况呢，就是经常是常见，就可以说是常见的。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活泼的这些学生和这个知识分子你也是不久将来呢，就是会面临着这样的这种危机。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的精神空虚的话呢，的确也是特别的这种荒唐应该说是极其的这种可怜、可悲、可叹。因此我经常想我们现在懂得了这个人的这种生老死病的这些真理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还有时间就是继续思考的这个时候呢，懂到了这样的真理呢，是多么的有必要多么的有必要。所以说呢当然这些老人的话呢，就是他们因为这个环境和各方面的原因他们现在就是完全要转过来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即使你不信仰佛教，但是你要佛教当中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呢，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
啊，如果有道理的话呢，我为什么不接受？我不接受的原因是与我的环境有关系，还是与真理有关系？那这样以后呢，你以后面对死亡、面对病痛、面对这样的时候呢，你都不会就是特别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就我想对那个汉地的一些老年人，我现在在这里讲一个道理，马上他们转过来有一点的困难，但是以引为戒，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可能需要就是早一点，就是对这个自己的死亡呢，就是有所这个惦记，有所呢就是思考。最后一个看谁？你旁边，你后面。为了所有一切众生的解脱，我与六道众生尽鼎力，尽皈依。有2个请求：第一，请求上师慈悲摄受我们为三宝弟子；第2个请求是，如果碰到一个对佛教没有任何理解的，可是他又萌生了佛法的那个意乐，或者说对佛教的一点兴趣，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跟他说，或者说推荐他读什么样的书？谢谢上师。好，你的发言和形式很好实际上我们不管是佛教徒，不管是非佛教徒，大家想法是一个目的，所有的这个人类就是到一个就是很完美的、很快乐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呢，也是不敢说就是被这个八法不染就是一尘不染，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这终究目的呢，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没有思想上的一种这个教育，也就是很空虚的话呢，虽然我做不到什么事情，但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个学习大乘佛教的人呢，尽心尽力为大家提供一种这个激发就激发大家的一种这个悲悯自信，应该要寻找就是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人生之路就寻找真正的人生之路。所以说呢，我们时时刻刻的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对这个任何事件的真理呢，就是经常去宣扬。我今天不站在一个佛教徒的这个立场，也不站在就是非佛教徒，我是站在就是承认真理，并且呢就是寻求真理，还有呢就是弘扬真理就是弘扬真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学子呢，你们很多人都是现在可以说是刚刚就是人生的开端，人生开端的这个路如果错了的话呢，那么既生也苦，来世也苦。如果我们开端的路已经找到一个方向的话呢，即使在社会当中你没有得到很高的这种财富和待遇，但自己的心里呢就是平静的，自己的良心呢就是也可以对得起整个这个社会，包括自己的大恩的这个老师和一些这个父母。所以呢特别希望每一个人在以后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的话呢，大家也要尽心尽力的为有情呢就是做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相会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偶尔的一种这个因缘，也是一个就是本来具有的一种这个因缘。那么有些人呢，我们今后呢就是也会可能见得到，有些人呢就是今后也不一定见得到，但这个不重要的，最关键的呢，在你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也许可能要能想得起就是人有这个生老死病，生老死病呢就是早已这个有所准备。人需要就是大慈大悲心，这种大慈大悲心呢，无论你扮演什么样的生活的角色呢，都是不可缺失的。它对你带来的这种这个价值呢，远远超过金钱，远远超过一切这个什么美好的这种这个生活。所以呢，大家也再三思维其中的意义。谢谢。
感恩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做的精彩开示和慈悲解答。2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堪布仁波切致以诚挚的感恩。接下来有请树达学院经济管理系学生会副主席致答谢词。尊敬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李慧娟。非常感谢索达吉堪布仁波切的精彩开示。堪布的演讲和对大家提出问题的解答，给了我们很多的收获和启示，让我们认识到佛法慈悲观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珍贵。的确，如果整个社会缺失了慈悲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将不复存在。如果我们的心灵失去了慈悲，内心就会变成干涸的沙漠。不但迷失了人生的方向，甚至会连最基本的幸福和快乐都不能获取。当代大学生不缺乏才华，不缺少智慧，最缺少的是高尚的道德教育。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大潮的冲击之下，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人主义的功利化，社会责任感日益淡薄，自我意识越发的凸显，公德认知和日常行为的脱节，越来越多的人的求职和学习的目的是奔着追求金钱和地位而去的。这一切在大乘佛教里原来有着最圆满的解答钥匙。堪布仁波切为我们解释了何为大慈大悲，以及对人的慈悲和对动物的慈悲。他为我们点燃了慈悲的烛光，给我们浇灌了慈悲的甘露。这一刻，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佛法的滋润，也让我们产生了深刻的思考。我相信堪布今天的演讲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开始。佛法如此的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树立慈悲观和学习慈悲，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在行动中一点一滴的去努力、去探索。唯有如此，个人的心灵幸福，整个社会的平安和谐才能够得以实现。再次感谢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下午，值得我们深深的铭记。它将开启我们今后的佛法探索之旅，以及心灵慈悲之旅。愿以此功德，庄严慈悲观，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让我们一起祈祷，共同祈愿，愿这些智者长久注视、广传佛法。热烈的背后，必定是一次沉淀。让我们跟着智者的脚步，向心灵的解脱的彼岸前进。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座圆满的到这里就结束。最后，我们把这所有的善法功德回向给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念回向文。此福已得一切智，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苦海诸有情，愿度苦海诸有情。好，谢谢大家。